现实生活中，财务困境如同顽固的荆棘，刺痛着无数普通人的心。多少人每天朝九晚五，辛勤奔波，可工资一到账，还没来得及捂热，就因各种开支消耗殆尽，无奈沦为月光族，始终在赚钱花钱的循环中挣扎，难以实现财富积累。还有些人省吃俭用多年，好不容易攒下一笔钱，却在疾病突袭、失业降临等意外来临时，瞬间陷入财务危机。多年积蓄如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抵御风险，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活陷入困境。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听世界，一个关于财富自由与个人成长书籍分享的频道。今天我们将一同深入解读财经科普作家简七的著作《好好赚钱：通向自由人生的极简理财课》。这本书就像是一位贴心的理财导师，专为理财新手量身定制，围绕普通人如何实现财富增长这一核心命题，毫无保留地分享系统且实用的理财方法论，帮助我们拨开财富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在投资领域，基金市场的火热吸引了众多跃跃欲试的投资者，然而不少人怀揣着赚钱的美好憧憬进入市场，最终却遭遇一买就跌，一卖就涨的尴尬局面。投入的资金不仅没有实现增值，反而不断缩水，满心困惑与无奈。对于保险产品，许多人更是疑虑重重，不确定保险究竟是抵御风险的坚实盾牌，还是虚无缥缈的骗局，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不决，迟迟不敢迈出投保的步伐。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理财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自己既没时间也没精力去学习，便主动将自己与理财划清界限，错失了让财富保值增值的机会。同时，大家对于财务自由的标准也感到十分迷茫。一线城市 2.9 亿元，二线城市 1.7 亿元的财富门槛，让人望而生畏，不禁疑惑，到底挣够多少钱才能真正实现财务自由？这些实实在在的财务问题，如同沉重的枷锁，困扰着绝大多数普通人。毕竟，能够真正实现财务无忧，不为金钱发愁的幸运儿，在现实中少之又少。而简七的这本《好好赚钱》正是为精准解决这些痛点而生，为身处财务困境的人们带来希望的曙光。简七在书中着重强调，在积累财富之前，我们首先要进行思维升级。因为很多人对金钱存在着各种各样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些误解就像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我们迈向财富的脚步。有些人将赚钱的途径狭隘地等同于上班，认为只要按部就班地上班，耐心等待工资逐年增长，安安稳稳地工作到退休，就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有钱人。他们从未想过拓展其他赚钱渠道，也忽视了财富增值的多种可能性。还有些人受到片面观念的影响，将金钱视为邪恶的象征，觉得那些有钱人都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都是不择手段的骗子。这种偏见导致他们对金钱产生抵触心理，甚至用我没钱，但我人好，我赚不到钱是因为我为人清白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以此逃避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错误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教育阶段对赚钱课的缺失。在学生时代，老师和家长总是苦口婆心地要求我们一心扑在学习上，将谈恋爱和赚钱视为影响学习的洪水猛兽，对其持坚决禁止的态度，认为这些会分散我们的学习精力。可一旦我们毕业踏入社会，他们又开始急切地催促我们赶紧找对象结婚，同时满心期待我们迅速赚钱赚大钱，仿佛赚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种前后矛盾的要求，让我们在面对金钱时内心充满了矛盾、纠结与困惑，既对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又对赚钱这件事感到莫名的羞耻和抵触，无法以正确的心态去对待财富。升级思维的第一步，就是要彻底改变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我们必须清醒且深刻地认识到，赚钱是成年人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对于单身人士而言，努力赚钱是为自己的未来生活铺设坚实的保障，让自己在面对各种未知和不确定性时能够更有底气、更加从容。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说，赚钱则是为了给爱人、孩子和老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为家庭遮风挡雨，让家人在面对风险时能够安心放心。所以我们要摒弃以往对金钱的错误认知和消极态度，以一种积极、健康、大方的心态去看待金钱，勇敢主动、堂堂正正地去追求财富。这并不是贪婪的表现，而是我们在具备了一定的生活能力后，对自己和家人应有的合理追求，是一种成熟且负责任的生活态度。思维升级的第二步是深入了解富有的反面。作者在书中分享的一个真实案例，犹如一记警钟，令人深思。一位在职场中看起来风光无限的精英人士，每日妆容精致，穿着时尚，背着名牌包包，开着豪车。在众人眼中，她无疑是成功女性的典范，过着令人羡慕不已的高品质生活。然而有一天晚上加班时，同事却惊讶地看到她拖着大包小包，满脸狼狈，神情尴尬地来到办公室。经过了解才得知，她因为过度消费，入不敷出，已经被房东赶了出来，落得无家可归的境地。这个案例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收入高并不等同于富有。
财富积累的关键并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够合理地控制支出，保持一定的储蓄能力。过度消费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黑洞，会在不知不觉中吞噬我们的财富。即使我们有着不错的收入，如果不加以节制，依然会陷入财务困境，最终与财富自由渐行渐远。第三步是努力增加与财富的亲密度。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其实是抗拒财富的，这种抗拒主要鲜明地体现在对投资的偏见和恐惧上。有些人受传统观念影响，羞于谈钱，觉得谈钱是一件很俗、很丢人的事情。比如为朋友帮忙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因为不好意思而不敢收取相应的报酬，白白损失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还有些人一听到投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各种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案例。这些案例让他们心生畏惧，担心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厄运，从而对投资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尝试。但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投资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个人选择投资的时机、产品以及操作方式不当，而不是投资本身存在问题。这就好比开车出行，偶尔会发生交通事故，但责任通常在于驾驶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没有及时对车辆进行检修维护，而不是开车这个行为本身有过错。对于普通人来说，投资是参与各行业发展，打破地域和体力限制，实现财富增长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我们应该摒弃对财富的抗拒心理，主动去了解财富，亲近财富，以积极的心态探索投资的奥秘。当我们完成了思维升级，树立起正确的财富观念后，接下来就要将理论转化为实际行动，学习具体可行的理财方法。首先是学会像富人一样思考问题。其一，把钱当手段而非目的。书中以范蠡二子的故事为例，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理念。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不慎杀人被抓，范蠡本想派小儿子携带1000两黄金去疏通关系救人，但大儿子自告奋勇前往。当他得知楚王要大赦天下，觉得自己的1000两黄金白花了，便不顾大局，把给出去的钱又要了回来。这一举动激怒了帮忙疏通的中间人，中间人一气之下劝说楚王取消了大赦，最终二儿子没能获救。大儿子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把钱当成了目的，因小失大，本末倒置。而小儿子则明白，钱财只是救哥哥的手段，顺利救出哥哥才是首要目标，所以不会吝惜钱财。这启示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始终明确自己的目标，不要被金钱所左右，要让钱为我们实现目标服务，而不是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其二，注重长期回报。股神巴菲特就是注重长期回报的绝佳典范，他看中的公司股票往往会长期持有，甚至长达半辈子。他坚信优质企业的长期价值不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影响。而现实中，基金赚钱基民赔钱的现象却十分普遍，原因就在于大多数人缺乏耐心和定力，总是追涨杀跌，看到基金涨了就盲目跟风赶紧买入，稍有下跌便惊慌失措的卖出，无法坚持长期投资。事实上，只要经济大方向向好，我们选中优质的基金并长期持有，就能够分享到企业成长和市场发展带来的财富红利。其三，先确定目标再寻找资源。比如我们想开一家意大利餐厅，当这个目标确定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有条理的去寻找所需资源。在选址方面，考虑外国人喜欢聚集、人流量大且消费能力较高的场所。装修时，寻找熟悉意大利建筑风格，能够营造出浓郁意大利氛围的建筑师。菜品制作则聘请擅长意大利菜系、厨艺精湛的厨师。这样目标明确，行动起来就会更加高效，能够避免资源的浪费和时间的消耗。反之，如果没有明确目标，只是盲目的把一些看似有技能的人凑在一起，最终很可能一事无成，还会造成时间、精力和资源的大量浪费，就像很多毫无意义的无效社交一样，让人疲惫不堪却毫无收获。第二个重要方法是计算财务自由度。简七认为，财务自由不应该用一个统一、刻板的金额标准来衡量，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消费习惯和支出需求都千差万别。真正意义上的财务自由是当我们的投资收益能够稳定的覆盖日常支出时，即便不工作也能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才意味着我们初步实现了财务自由。作者给出了一个实用的计算公式，财务自由度等于投资净收益除以总支出乘以 100%。 当计算结果达到或超过 110% 时，就标志着我们实现了财务自由。在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分为3个阶段稳步前行。第一阶段是觉醒，我们要彻底摒弃穷人思维，坚定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财富增长，同时要学会敏锐地识别并坚决减少过度消费。就像作者自己曾经的经历，他曾经用大部分月薪支付房租，还花费大量金钱在美容上，但这些消费并没有带来实际的价值提升，属于不必要的过度消费。我们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训，避免陷入类似的消费陷阱，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第二阶段是获得第一桶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第一桶金主要还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储蓄来积累。
我们可以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的钱，选择定期存款、货币基金等低风险产品进行储蓄。这些资金是我们人生的保障底线，不能拿去冒险投资，要确保其安全性，为我们应对生活中的突发情况提供坚实的后盾。第3阶段是建立投资系统，我们要以选伴侣和经营婚姻的态度来对待投资。在选择投资产品时，要像挑选人生伴侣一样慎重，全面了解产品的特点、风险和收益情况，不能盲目跟风、草率决定。一旦选定了投资产品，就要像经营婚姻一样，长期持有，遇到短期波动时不要轻易放弃。在婚姻中，夫妻之间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困难，但不能因为一些小问题就轻易选择离婚，而是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面对。投资也是如此，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市场波动，坚定地持有优质资产，与投资产品共同成长。在具体的理财工具选择上，作者建议我们先开通4个账户，构建起合理的理财账户体系。第一个是银行账户，我们可以将其分为2个用途，一个专门用于存放日常开支的现金流，方便我们日常购物、餐饮、交通等消费使用；另一个则用来绑定各种投资账户，这样可以将生活资金和投资资金清晰地分开管理，让我们的财务状况一目了然，便于进行资金规划和风险控制。第2个是货币基金账户，像我们熟悉的支付宝里的余额宝、微信钱包里的零钱通，都属于货币基金的范畴。这类基金具有支取灵活、安全性高的显著特点，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非常适合存放我们平时不着急用，但随时可能会用到的钱，比如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资金、短期内的生活备用金等。第3个是互联网基金账户，我们可以通过各大股票、证券类 App 如雪球、国泰君、安君红、同花顺等，或者微信理财通等平台开通。在这些平台上有上千只基金可供我们选择，并且还能实时查看市场行情，方便我们根据市场动态进行投资决策。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投资方式更加便捷高效，不用再像老一辈人那样买股票和基金还得亲自前往营业厅，守在那里查看涨跌情况，如今只需一部手机就能随时随地进行投资操作。第4个是股票账户，虽然股票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可能并不适合财务状况还不稳定、投资经验不足的初学者，但我们可以先开通账户，提前储备相关知识，为日后财务状况良好、有足够的闲钱和投资经验时进行股票投资做好准备。对于基金投资，作者详细介绍了4类基金的特点，帮助我们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进行选择。货币基金，它的风险是最低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就像一个安全可靠的避风港，适合那些追求资金安全性、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保守型投资者，比如老年人或者风险承受能力极低的人群。债券基金 80% 的资金投资于债券，剩下的可以投资少量股票。它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从长期来看，收益要比货币基金更高，适合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希望获得比货币基金更高收益的投资者。股票基金 80% 的资金投资于股票，因此风险较高，但相应的收益潜力也非常大。在股市行情好的时候，股票基金的收益能让人惊喜不已，但遇到股市波动剧烈时，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对收益有较高期待和追求的投资者。混合基金投资比例比较灵活，没有严格的资产配置规定，也没有主导的投资标的。这种不确定性既带来了获取更高收益的机会，也增加了投资风险，适合那些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喜欢灵活投资方式、有一定投资经验的投资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强烈推荐普通人采用定投指数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比如沪深300 ETF、中证500 ETF 等。指数基金就像是一篮子打包了市场上最优秀的一批企业，能够紧密跟随市场整体的涨跌趋势，分享市场发展的红利。对于普通人来说，投资指数基金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选择具体的投资领域，也不用过于关注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我们只需要采用定投的方式，定期定额的投入资金，比如每周、每2周或者每月投入一定金额，具体金额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合理确定。定投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平摊风险，避免我们因为人为择时不当买在市场高点。虽然在定投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买入后市场下跌的情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整体上行，总体还是能够实现较为可观的收益增长的。这种投资方式省心省力，收益也比较合理稳定，非常适合没有太多时间和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保险规划方面，作者建议我们在拥有公司缴纳的基础五险一金之外，优先配置疾病险和意外险。因为一旦遭遇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事故，基础的五险一金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高额的医疗费用、康复费用等都需要我们自行承担。而商业保险能够提供更有力的补偿，为我们和家人的生活保驾护航，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让我们在面对疾病和意外时能够更加从容。
当我们的现金流比较充足，财务状况较为稳定时，还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储蓄型保险和分红型保险。这些保险就像是为未来的自己存钱，在我们退休之后，他们可以每月返还一笔钱，让我们在退休金之外还有额外的收入来源，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让晚年生活更加富足安心。好好赚钱这本书通过系统全面的思维升级引导和具体实用的实操方法介绍，为普通人搭建起了一座坚实可靠、清晰明确的通往财务自由的桥梁。它让我们明白，理财并不是一件高深莫测、遥不可及的事情，也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涉足的领域。只要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掌握科学合理的理财方法，并持之以恒地付诸实践，每个人都能够在财富积累的道路上稳步前行，逐步实现自己的财富目标。也许实现财务自由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途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不断学习和实践，终有一天我们能够摆脱财务的困扰，真正实现自由人生的梦想，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以这本书为起点，勇敢地开启属于自己的财富之旅吧。